云溪大人，您果然在第一天就来了，不愧是休宁大人的孩子，心系我族。哦，又来了，我的名字能不能不叫休宁大人的孩子？云溪大人既已来了，按照族中惯例，继承大巫祝血脉之人，须得在诞生后第8年，族中祭祀尚未开始的前3天中，于某天落日前，通过冰岩洞，将祈福用的草渣放在女娲神像的右肩之上，祈祷我族万事平安。知道了，每个人都说一遍，好烦呐！祈祷什么？根本不用，我看很平安了。反正从一生下来，会哇哇哭到头发眉毛全白了，大家都得待在村子里。云溪大人千万不可这样想。我族受女娲大神保佑，村外不有结界，村人可出，外人却不可进。千百年来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幻，族人都不必受战乱之苦。只是每年正月初1朔日朔夜结界会消失12时辰，一定要在这之前诚心诚意祈祷数天望族中一切平安无事，绝不可轻忽此事。而结界会消失一事在村中除无畏巫祝、大巫祝及其继承人之外不可透露，令其他人知晓。若不小心谨慎，必会成为祸端。族中千百年来苦心经营，或许将毁于一旦。踏错一步，我族永远无颜面对女娲大神，对吧？这些娘跟我说过好多遍了，让我倒背都行。正是如此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出村子？云溪大人，我族也并非完全封闭自守。村中2、3猎户每逢夏秋便会出去打猎，搜集大伙越冬用的皮毛。隔上几年，也会有选派之人去外界市镇买作物种子，交换布匹，学习新的手艺。要办这些事情，只需经得大巫祝同意便可。为了让族人过得更好，历代大巫祝也从不会加以阻拦。那还不是一样？除了大巫祝选的人，其他人还是不能离开这儿。你们都不会想去外面玩吗？天天待在这里真没意思。云溪大人，不可随意出村，是族中自古流传下来的训诫。我族世代为女娲大神镇守遗物，降生人世的职责就是如此，不该心存享乐念头。又没有人见过那什么女娲，干嘛都要听她的？这种无理的话，大人绝不可再说。女娲是一位宽厚仁爱的神祇，假如没有她的庇护，我族祖先早已死于太古战乱之中。受人恩惠，定要有所报答。作为子孙后辈，不可不遵循祖训。可是我……大人，您是承袭了大巫祝血脉的高贵之躯，血液之中流淌着女娲神力，未来将会成为一族领袖。如今您年纪尚小，心中难免有许多疑惑，但不用过于心急。
2、3年内，休宁大人必会将族中事务与隐秘一一向您说明。那为什么现在不能讲？有时问他这是为什么，那是为什么，娘就会说来日方长。我想休宁大人自有安排，与其猜测，不如遵循他的想法走下去。一直以来，大巫祝不都会为我们指引前路吗？哼，娘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让你摸狗屎，你去不去？反正除了我，这里每个人都喜欢我娘，她哪有那么好？整天板着脸竖着眉毛，凶巴巴的。大人，要讨论族中事务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今天所剩时辰不多，不知大人是否已经决意进入冰岩洞？再晚一些，大概就要等明天了。去，我当然去。来都来了，干嘛改主意？我等无畏没有资格入洞，听说洞内十分广大，颇有些灵物存在，不知是否会袭击人，希望大人一切小心。好在大人更加年幼时，曾经与休宁大人进入过冰岩洞，应该不致有什么问题。是去过一次，可是也不记得太多了。娘说带我去看看什么封印，没走到过石像外面。据族内文献记载，冰岩洞内一直走到路的尽头，有扇通往巨象肩部的石门，石门上附有历代大巫祝的法力，继承他们血脉之人以手相印，就可以令门开启。我说，要是太阳下山后我还没出来，肯定是被怪物抓住了，说不定还会把我吃掉。你们千万别再理那什么破规矩，一定要进来救我呀！云溪大人不必担心，我们都相信您能够完成所托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有怪物要吃我，你们也不会来救我的。娘连路线都不告诉我怎么走，说不定就想等我失败了，用这理由把我关起来，10天8天，除了抄祭文、练法术，其他什么都不许做。哼，我才不要！哦，我进洞去了，拼了！云溪大人一切小心。你们一定要记得我刚才说的。唉，云溪大人还是小孩子心性。他这样的年纪，本来就还是个小孩子吧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休宁大人是不是对他太严格了？云溪大人父亲早亡，休宁大人又每天忙着处理族中事务，难得与云溪大人聚在一起，却总是训斥他许多事情做错做不好。长久以来，云溪大人自然心里愤懑。休宁大人怎会不关心自己唯一的孩子？冰岩洞内一些物事，也是他托付我代为转达云溪大人，不然我又如何知道？我想，休宁大人只是希望云溪大人快点成长起来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扛起这一族的责任，而不要耽于母子亲情，依赖母亲庇护。休宁大人这么做也是极有道理，只不过辛苦云溪大人。这种事情，不是你我可以多说。
我们巫卫的职责，就是一辈子守护族中大巫祝和其他巫祝，让他们平平安安，守卫冰岩洞，让其中的秘密不会被外族人知晓。那是当然，这些事我就算拼了命也会做到。说到这次祭祀，我确实十分期盼。听说远方会有一位尊贵的巫祝前来参加，还会带来女娲大神的口信。真的吗？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没见过女娲大神派来的使者。我也只是听休宁大人偶然提起，大概正是为了迎接那位客人，大人近日才会频频与其他巫祝议事。那到时候可要好好看看，对方是怎样一位高贵之人。好冷啊！哇，真的有怪物！2年前和娘一起来这儿，怎么没见怪物？可恶，怪物就只会欺负我！就打，把你们通通打！娘说过，这就是封印之地，是族里最重要的地方。我记得上回他来的时候，盯着这把石头大剑，一副担心的不得了的样子，平时可没见他这样。到底封了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，就知道逼我练法术。重要的事都不告诉我，哼！
三水哥说的就是这个门吧？把手放在门上。哇，真漂亮！原来从这儿看，村子这么漂亮。下回偷偷带小蝉过来玩，他看了一定开心，就不会再生气了。要是他还想去村外抓小狐狸，我也带他去。我要把一击杀熊练得更强，我不怕熊。嘿，嘿，哼哼。啊！有人闯入村子！快，让两人孩子先藏起来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爷爷！
娘，三水哥，小禅。事不宜迟，上山吧。无妨，不过是在树下小憩，被这两头畜生偷袭。莫碰尸体，筋骨暴露于外，爪中存黑气，分明已是妖化。这种肉若是吃下去，怕要肠穿肚烂。走，待事情办完，回镇上买好的肉给你吃。贾大哥，您艺高人胆大，这虞山方圆100里啊，不是1000里之内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？迁入翻云寨的重任，舍尔其谁呀？小弟我就不跟您争这个头功了。嗨，你我兄弟一场，当哥哥的我怎么好意思抢你的功劳呢？何况你一手五虎斩龙刀，名震天下，区翻云寨小贼，如何难得倒兄弟你？大哥，快别这么说，小弟不过徒有虚名。镇上刘家的媳妇儿还等着大哥您进寨子救她相公，您就别再耽搁了，快动身吧。不可，总捕头大人明明说过，吴勇，那翻云寨里一干半人半妖的家伙就交给你了，务必给我把人都救回来。吴兄弟，你难道要违逆总捕头的意思？喂，
喂，说你呢？那个带着飞机的少年人？你是上山卖鸡的？看打扮不像乡下人呢。嘿，怎么只带了一只鸡？其他的呢？别怪大爷没告诉你，要卖鸡鸭，趁早挑别的地方。往上过去是翻云寨，寨子里住的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山贼。没错，不但是山贼，还是货真价实的妖怪。想我断铁刀假大丹，还有我五虎斩龙刀吴勇，连我们两个都不敢乱闯，你一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孩子家是要？吴兄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？是老虎，还是妖怪？不过是道行浅薄的半妖，也敢猖狂？我且问你，山上翻云寨中，如何会遍布妖化之人？已经丧失神智，不懂人言了吗？虽是半人半妖，若早已泯灭人心，留你何用？少侠，大侠，等，你等我们！